得到他，即便堕落，我也快乐。1990年邱淑贞的婚礼上，新郎沈家伟接到一个电话，对方大声嘲讽邱淑贞的过去，全场一片死寂。邱淑贞紧张地看着沈家伟，指甲掐进肉里，而沈家伟却自豪地说：“我娶到了全香港男人都想娶的女人。”总有人问，凭什么邱淑贞一脱成名后，不仅能全身而退，还能嫁入豪门被宠上天，而其他艳星不是名声狼藉，就是半生漂泊？是因为她被王晶保护得太好了，才能在风月片中护住尊严和底线？那你可就太小看邱淑贞了。离了她，王晶的事业一落千丈，而沈家伟娶了她，从小商铺老板一跃成为50亿身家的大老板。邱淑贞意志很清醒，知道什么该争，什么该放弃。19岁参加港姐选举时，被好友黄英背刺，污蔑她整容。面对无端诋毁以及评委的不作为，她毅然宣布退赛。没想到这竟成了命运的转折点，无限看重她的美貌与骨气，不仅签下她，还力捧她成为9龙女之一。这可把一个盯上邱淑贞的胖子急坏了，那就是王晶。比赛时他就缠上邱淑贞，没想到被无限抢先一步，他不甘心，主动找上门邀请她合作。见面当天，邱淑贞刚因台庆活动扭伤脚，蓬头垢面拄着拐杖，王晶也毫不动摇，从此开启了邱淑贞的封神路。两人深入合作9年，王晶把所有偏爱都给了她，最多时1年让她拍了22部电影，合作的都是周星驰、李连杰这样的大咖。他毫不吝啬地展示邱淑贞的美，不惜得罪同剧组其他女演员，像华胜就曾为帮张敏出气，把她打进医院。王晶却始终没动摇对邱淑贞的偏爱，为了哄委屈的邱淑贞，答应帮她拍《赌城大亨》，为此拒绝张敏的与龙共舞，彻底得罪这位隐形老板娘。为了让邱淑贞突破瓶颈，王晶力劝她转型性感路线，却始终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她的底线。1992年拍《赤裸羔羊》时，王晶特意请来最会拍女人的导演霍耀良，还从花花公子请来女摄影师。拍摄时清空片场，禁止所有男性入内，把控尺度，让她的性感高级而不低俗，不沾染半分风尘气。而这似路非路的杀伤力，远比直接脱劲大多了。因此邱淑贞一战成名，被评为全港男人最想娶的性感女神。所有人都知道邱淑贞是王晶的心尖尖，可就在1997年，邱淑贞忽然和王晶决裂。对外之说，王晶做了件伤害她的事，有人说是王晶改捧舒淇、梁咏琪，邱淑贞失去专宠地位，也有人说是王天林临终前要求儿子回归家庭，王晶被迫和邱淑贞提分手。不管怎样，这对合作9年的黄金搭档彻底结束了。不过王晶亲自拉来一部《愈快乐愈堕落》，作为补偿送给邱淑贞。凭此片，邱淑贞2次提名金像奖最佳女主，之后逐渐淡出荧幕。所有人都以为她会加入顶流豪门，没想到她偏偏选了个水货佬沈家伟。两人通过张国荣相识，当时地位悬殊。沈家伟虽然没背景没名气，但对邱淑贞是实打实的好。每当妻子被黑，他都是第一时间霸气回怼。而邱淑贞也从不是依附豪门的土丝花。婚后她花光自己的积蓄扶持丈夫，利用自己的人脉和眼光，帮沈家伟把小店做成上市公司，自己也从性感女神变成手握数十亿身家的真豪门阔太。她从不在意外界的评价，不刻意洗白自己的过去，也不炫耀自己的豪门生活。她知道一脱成名只是捷径，清醒自持才是长久之道。她明白豪门不是避风港，自己有底气才能站稳脚跟。所以她在巅峰时急流勇退，在爱情里保持自我。同期艳星各有遗憾，唯有她活成了所有人都美目的样子，既可以红衣雕牌风情万种，也可以洗手做羹汤，岁月静好。